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云阿娜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啊，新版本的新英雄，然后也是在正式版本里面出来了。出装的话肯定跟测试服是有一点差异的，因为测试服嘛，毕竟人数太少，然后到了你只要上了正式服，人数上来了。那大家就会去研究它的出装，会研究的更透彻一些。这边的话，他第一件会选择做这个海妖杀手。海妖的话，起码能让他的那个，首要一个点便宜，第二点呢，他的装备属性还不错，有攻速有攻击。前期其实暴击怎么说呢？并不是这种射手很刚需的，现在好多射手，如果你前期需要暴击的话，25%那个暴击对提升来说并不大，暴击是后期要满爆的时候，所以才提升大，知道吧？然后他第二件做罗安娜飓风，这是我没想到的。因为尤安娜的话，她的平 A 被动她就是有那个，只要那个什么敌人在那个范围附近的话，她就是能打出 AOE 伤害的。所以在团战的时候，你会发现她那个 AOE 伤害打的是特别的满。尤安娜整体来说的话，算是偏后期英雄。它的 Q 技能的话是叠满60%以后释放出来，是吧？伤害会更高，能造成更多的伤害。E 技能的话就是一个加速，然后追击敌人的话加的移速会更多。W 的话就是一个控制，然后伤害就这样，没有太多的。所以这个英雄其实操作还是蛮简单的。然后大招形态下的话 ，Q 技能是直接就满的，直接释放出来。W 的话就是像哲利的那个激光一样，打出一个激光伤害。E 技能就直接变成了一个位移技能，不是加移速了，就会改变一下技能的形态。那我们来看一看，然后有个点说到就是符文就是你们要自己去看一下符文现在它这个版本是为了什么？之前就说了，已经说过，就说要削弱符文给这个英雄带来的这个影响程度，就是所以很多符文都已经削过，特别是那种。我就怀疑，我跟你说，他就是纯看数据在那里削东西，知道吧？就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调整的所有符文都是之前就说上个版本或者前几个版本大家带的那个次数最多的符文，就大家常带的符文，就是那种像冷门的那种，甚至像上个版本不是改版以后，就是那个无效法球嘛，估计在这个版本会。就是多多少少，因为它没被削过，像这边的话，吸血的话也是没被调整的，但其他很多符文，什么攻速残暴这些，然后甚至那些大符文的话是全面削弱，但削的力度还好，不会说非常大，但肯定影响就是有的，就为了要减弱这个符文带来的这个收益嘛。装备上就攻速鞋的话，是吧？3级攻速鞋带来的是50的攻速，还有5%的物理吸血，所以现在鞋子不单单只有贪婪鞋子那个有吸血了，它也是有吸血的
其他鞋子的话就没有吸血了，是没有的，只有那个攻速鞋和贪婪鞋子，吸血鞋有吸血，但2级的话就只有贪婪鞋子有吸血，攻速鞋的话必须得升到3级以后才有一个物理吸血。但贪婪鞋子的话会更全面，因为它是全能吸血，所以你 AP 英雄或者说混伤或者说都是可以的，反正就那样吧。这里佛爷哥抓到了，惩戒还是太权威了啊！惩戒起手减速的话减的蛮多的，然后后续你想要通过走位或者说去拉开距离啊，就没那么容易。像骸骨这个符文的话，就是它的现在 CD 是从之前的30秒变成了现在的40秒，相当于多了10秒。那这样的话，你在线上换线的能力啊，就是换血的能力，不是换线，说错了。换血的能力的话就会削弱一些，因为你之前 CD 好，那你有骸骨，你就是可以跟别人拼换血，对不对？他们前3下的那个攻击肯定是要减弱的。佛爷哥不会抢了吧？没有，还好。然后主动装备的话，就是那个狂风之力啊，50点攻击力，25的暴击，15的移速，5%的15%的攻速和5%的移速，这个属性还是蛮不错的。但它这里面是选择第3件的时候出，会不会太晚了？不知道，我们后续看吧。这边有了海妖以后啊，它首先那个打人能力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上个版本海妖加强以后，首先加强了伤害，其次又去减了它那个金币，那它这样的话，它的性价比就提升了非常的高。然后它这里做了2件套，我们首先看一下它这2件套以后的那个伤害怎么样。AOE 看起来还是伤害拉的挺满的哈。其实这种 AOE 伤害的话，它首先自己的被动，再加上卢安娜的飓风，伤害还是不错的。可以看得出来，这边拼血的话，对面的拼不过，但对面卡莎也是离谱，这样敢越过来。还有个点，卡莎的大招从之前的 4.0 变成了现在的 5.5， 它那个范围变大了。我之前搞反了，我之前说是5.0变成了 4.0， 是我搞反了。卡莎是等于是加强，好多英雄都有调整吧，后续陆陆续续再去讲呗。因为感觉你一下子讲完，有些东西没什么用，不一定有用。像尹娜娜这英雄其实没有太多的连招啊，就放就行了，只要技能放准一点，然后保证自己安全距离，能打到输出就够了。这边大招开来，直接就突脸上去打输出了。
那他这样子做第二件做那个罗安娜的飓风的话，那个伤害，其实没有说特别高，但好在哪里呢？好在他刷经济快。你会发现他这样子刷线，他是比很多英雄刷线都快的，你懂了吧？其实难就难在第二件和第三件出来的这个时间点啊，然后你能越早的话，你的发力会越早。这里狂风之力拉的位置不对。其实2件套的时候就鞋子好像现在是2件套的时候升级3级鞋子是最有性价比的时间点。上来追着人家 A， 像疯狗一样。说实话 A 着还挺疼，因为他是偏混伤嘛，还是有点 AP 伤害的，他是会把一些暴击伤害转化为 AP 伤害，好像。一技能拉了一手，开大招以后啊，他这个 E 技能其实就是一小段的位移，但不多。不是像伊泽瑞尔一样那么大的位移，就有点像哲利的 E 技能，然后没有碰到墙的那种。哲利的 E 技能只是就是一小段的这种途径啊，有点像差不多推推棒那么，比推推棒要稍微远一点点吧。但我感觉现在艾希其实也弱不到哪里去吧。这版本艾希寒冰射手，估计看吧，看后续有没有人去开发一下寒冰。因为有时候我要是教你们一些，就是说我去专门去录制一些冷门英雄，然后你们。虽然说有一些人确实爱玩冷门英雄，他们对游戏理解确实好，但你要花成倍的努力去那个，才能去上到那个分段，或者说去上分，那多累，对不对？有时就是还是要学，让大家就是说顺应版本就是对了。就像那句话，我这个人呢，怎么说呢，是比较信命的，特别是那种所谓的玄学那一类的。每个人命中注定都是有自己的一个强项和弱项，那你何必要专门挑就是假如你知道自己，你就适合去大概去做这方面的东西，比如说你就适合去用嘴巴或者说用脑子去教别人，或者说去推销东西，对吧？那你非得去专门挑一个干苦力的，比如说你去送外卖。然后专门去工地上面去建房子，是吧？去成为一个建筑工人，对吧？那你的处境你会就因为你的选择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你的心态啊那些都会很压抑。就像玩游戏也一样，你非得挑一些弱势英雄去玩的话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就非得挑这个英雄去上分，那说实话你将会非常难玩，甚至对这个游戏慢慢的会丧失一些兴趣和爱好。就是说对这个英雄，就是你打完以后你不会有那种所谓的成就感，你就觉得哇好这游戏真难玩，没意思。然后最后一件是做无尽。但是刷钱速度的话还是蛮不错，就他这种做那个
他的单体伤害其实很低，并不高。尤安娜强就强在他那个团战的时候 AOE 伤害可以打得特别舒服。他的伤害怎么来的？就是靠团战，去打那种叫什么 AOE 伤害。我感觉像是这样子。这边粘脸上 A 就完事儿了，锁到对面的残血。这里大招只要开着的话，它的 Q 技能就是一直是触发的，不需要说叠到6层以后再去触发 Q 技能。这里还是遇到了这个青钢影，但他的队友已经没了。这边过来捡魂，一技能减速到了。闪现加狂风之力，这一波就是狂风之力加闪现，就射手做狂风之力，那肯定大部分射手说实话都住，有位移的你更难抓了，没位移的，对吧？就是也是挺难受的。其实感觉到这版本的节奏又慢下来了，就你如果不是每次都是很极限的，比如大龙刚刷新你就去打的话，你这时间点估计都是要来到接近17分钟、18分钟这样子，甚至晚一点就20分钟出头都是没问题的。这边神装了，现在其实就能叫做6神装了吧？因为鞋子的话，现在3级鞋子了，也算是一个是大件了哈。说实话，你说设计师说现在的装备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玩法，其实到头来还是公式出装，你知道吧？这里的话，看刚刚他那个就是。尤安娜的话，你还是要去跟那个做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羊刀一样 ，Q 技能先得找附近看看有没有野怪或者小兵，先把这个 Q 技能的被动叠起来。这样的话，你打团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可以先把自己的输出给打出来。但好像这边的话可以尝试一波了，对面就一个佛爷哥。这里的话点塔，那先。第一把的话就到这了，欢迎大家收看，拜拜。